特斯拉财报这么烂，居然盘后可以涨12%，到底是什么神奇的魔法？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财报周又到了，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大家这一周最关注的特斯拉。这一集我会来跟你分享特斯拉最新一季的财报到底好不好，以及特斯拉的未来到底值不值得期待。如果你是特斯拉的股东，那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把这一支影片看完哦。那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看特斯拉的财报吧。首先呢，特斯拉最新一季电动车的收入是17378，比起去年同期下降了13%，跟过去几季相比，真的是最烂的一次啦。那特斯拉的电动车这一季收入之所以会这么差，主要有3个原因啦。第一个当然就是汽车的售价下降，为了要拉高销售量，特斯拉早在很久之前就开始降价了。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交付量下降，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啊，这一季销售量明显是比前几季还要少非常多的。那第三个呢，则是受到了负面的外汇影响。那最主要当然还是受到交付量的影响啦。从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特斯拉这一季的汽车产量与交付量都比前面4个季度来的都还要少，尤其是交付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其他的收入好了。特斯拉虽然汽车收入减少很多，但是在能源跟服务上面的收入反而是有增加的。能源收入呢，比去年同期上升了7%，来到了1635。那服务收入呢，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来到了2288。不过呢，这2项收入的占比因为都太少了，所以即便成长率看起来都蛮多的，但整体营收呢，还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来到了213亿美元哦，低于华尔街原本预期的214亿美元。那毛利跟毛利率也是毫无意外的下降了啦，毛利只剩下3696，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然后毛利率也只剩下17.6%。不过这个倒是比华尔街预期的还要好啦，华尔街原本预期的是说特斯拉这一季的毛利率只有16.5%，但实际上是17.6%，可见特斯拉在成本控管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然后因为营运费用增加，导致特斯拉的营运利润呢只剩下了5.5%。那营运费用会比前面4个季度都还要高呢，主要就是因为特斯拉投入了比较多的资金在 AI 人工智慧上面，以及电池技术跟其他的研发项目。那综合上面这些原因呢，所以最后特斯拉的净利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5%，只剩下1129哦。那这个真的是下降非常非常的多， EPS 也只剩下 0.34， 比市场预期的 0.51 到 0.52 还要更低。那这个当然就是非常差的数据啦。那因为营运状况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在营运现金流跟自由现金流方面呢，也是比前2年还要差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哦，这张图里面呢有蓝色跟红色2条线，蓝色是指营运现金流，红色呢是自由现金流。蓝色的营运现金流呢，就代表特斯拉透过营运所获得的现金流。你可以看到哦，特斯拉在2024年第1季的营业现金流明显是比前面2年都还要低的。然后红色的自由现金流呢，也是这几年难得一见的负数啊。从这张表格呢，你就可以看到哦，从2020年第3季到现在，特斯拉自由现金流都没有负过。那一直到现在呢，这一季因为营运状况不是很好嘛，然后汽车产量跟交付量又有落差，库存过多，以及资本支出依然非常高的原因，所以呢，这一季的自由现金流才会是负数。好，我知道我讲了这么多财报的数据，你可能还是很难内化，毕竟财报这个东西本来就不简单。如果你要自己去看特斯拉的财报，可能会花你很多时间，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特别额外录了一支41分钟的影片，把我所有看财报的技巧都浓缩在这里。这支影片会帮助你抓到看财报的技巧，让你可以快速抓到财报的重点。这样一来呢，不管你想要看什么样的公司的财报，你都可以很快的抓到重点，很快就能判断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一家好公司。那有需要的朋友都欢迎在下面的资讯栏点击连结索取哦。OK， 那特斯拉的财报这么烂，我们到底该不该把特斯拉的股票卖掉呢？特斯拉还有救吗？虽然这一季特斯拉的财报真的很烂，但是我认为特斯拉的未来还蛮值得期待的。首先第一点是呢，虽然刚刚有提到特斯拉这一季因为库存过高，导致这一季的自由现金流是负数。从这张图你也可以看到，前几季特斯拉的产量跟交付量是并没有差太多的，但是这一季的产量呢，明显是比交付量要高出许多。那这就导致了库存过高，自由现金流为负数的现象。不过呢，在这一次的法说会里面啊，高层就有说他们预计库存增加将会在第2季反转，也就是说呢，第2季汽车的库存不会这么多啦。那只要库存下降，自由现金流就会再次翻回正数，所以我们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部分。第2点值得期待的是呢，特斯拉预计这一款平价车呢会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推出，而且
且预计每一年都会有300万辆的产能。因为这个新一代的平价车呢，不需要有新的工厂来为它生产，只要最大化旧有的生产线，它就可以开始大批的生产了。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新款的平价车会为特斯拉带来多少的销量，然后又会带来多少的获利，这个是我们可以期待的第2点。再来第3点呢，是关于无人驾驶计程车的部分。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哦，自动驾驶真的有比人来驾驶还安全吗？无人驾驶的计程车真的能够合法上路吗？事实上呢，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在美国好几个州都已经合法上路了啦。那在这一次的法说会上呢，马斯克也有说到他说当你获得了大规模的统计数据，就能证明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率是人类驾驶汽车的1半。只要有这些确凿而且足够多的数据来表明自动驾驶汽车比人类驾驶的汽车更安全，那基本上呢就不会有重大的监管障碍。所以前提就是呢，如果 database 够多，数据够多，那基本上特斯拉就可以证明自动驾驶比人类驾驶还要更安全。而目前特斯拉的 FSD V12新式的里程数呢，已经累积超过3000亿英里了哦，现在还在持续增加中。我们就知道特斯拉要证明自动驾驶比人类驾驶更安全是一件迟早的事情。他们其实早就在收集数据了，而且已经收集到不少的数据了。那只要数据够多，这件事我觉得就不难办成。而且呢，马斯克甚至还说啊，他说就算我被外星人绑架，特斯拉也会朝着自动驾驶的方向迈进，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特斯拉它就是要做自动驾驶嘛，这就是它很明确的目标。假设特斯拉真的能够把无人计程车这个东西在国际上合法化，然后普及到世界各地的话，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呢是会影响到整个计程车产业，甚至是影响到整个交通产业的。就好像从马车时代过渡到汽车时代的感觉是一样的，人类的交通方式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基于以上3个理由，这就是为什么即便特斯拉这一季的财报几乎每一个数据都是下滑的，但是在盘后呢，特斯拉还可以涨到12%以上的原因。因为从法说会的内容来看啊，特斯拉的未来其实还蛮令人值得期待的，尤其是自动驾驶跟 AI 这2个部分。在之前的这一部影片呢，我就有提到，特斯拉现阶段比较像是在一个过渡期或转型期，它想要透过降价来提高销售量。你看它汽车也降价了嘛， FSD 也降价了嘛，而提高销售量的目的呢，就在于特斯拉想要收集更多的数据来去做它的自动驾驶跟 AI 的部分。当越多人去开特斯拉的车，那特斯拉就能收集到越多的数据，比如说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有人冲出来，或者是前车突然紧急刹车等等等等的。每一次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个数据加到它的训练资料库里面去 training。那收集越多这种情境数据，它的 database 越多的话，特斯拉就能够越快的开发出更完善的自动驾驶系统。这个就是特斯拉长远的目标。而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在这一次的法说会当中，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要被视为是一家人工智慧或机器人公司。如果你像对待一家汽车公司那样子看待特斯拉，那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框架。它不仅仅是要制造电动车，它是要成为能够领导整个世界的 AI 企业。用白话文的意思来说呢，我觉得马斯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把我当成一般的汽车公司，那你倒不如不要来投资我，我也不稀罕你来投资我。但是如果你相信我可以做好自动驾驶，做好 AI， 成为领导整个世界的一个产业的话，那欢迎你来买我的股票，也欢迎你长期持有我的股票。好啊，那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了。除了特斯拉以外，你还有想听哪一些公司的财报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影片，记得要按赞，然后分享给其他也有在投资特斯拉的朋友。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